一位老人死后30年未下葬，在常温下竟然意外成为干尸，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自然条件下最诡异的事情。而且在老人死前还警告过家人，他要做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情，甚至要求子孙不允许将自己的遗骨埋葬于地下。难道说老人在冥冥当中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具干尸吗？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这位老人就是死于30年前。从视频中看，老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异样，就跟睡着的是一样。可以说这样的样貌跟生前几乎一样，除了皮肤黝黑，甚至头发也没有任何变化。可以说这样的尸身真是太漂亮了。要知道，老人在离世后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也不存在使用化学药剂和保护，这都是自然所形成的。为了研究老人是如何完美化身成为30年不腐的谜团，专家组也是得知实情后立马展开研究，希望可以从这具干尸中找出不腐之谜，也为人类发展提供相关的科学依据。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探访这位30年不腐尸。喜欢的观众老爷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河北香河县出现一具不腐老人，不同于地底下面挖出的那些古尸。大家都知道，比如新疆等地的干尸，保存条件都是要处于一定特殊的气候和环境，但是这具不腐老人的干尸保存条件却是和其生前的起居条件是一样。这个现象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在相关的考察组介入后，这具老人保存尸体长达30年的数据可谓是刷新了中国防腐史的记录。甚至有相关的考察组表示，老人的古尸只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保存，还能保持很久的时间。这位不腐的老人名字叫做周凤臣，在1992年的11月24号于北京地区去世。于是大儿子把周凤臣接回老家，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就被安安静静地放置在老家里面几十年。而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位老人在去世后，对于尸体保存层面并不像很多古尸一样用各种的外力和药物来维持尸体的不腐，而是在近距离接触后丝毫感受不到老人的尸身上面存在类似的味道，甚至在近距离的观察之下会发现老人好像睡着了一般。从外表来看，老人的皮肤呈现黑色，并且在表皮的外部还存在一层油脂，甚至连其家人都表示自己家里远远达不到一般意义上保存尸体的恒温恒湿条件。之前其家人只是简单打造过一个玻璃罩辅助保存尸体，但是就现场的保存条件，以其家人明确表示自身也并不清楚如何保存尸体的程序下，按照常理来说，尸体是不可能不腐烂的，甚至老者尸体还被多次转移保存，但是都不影响其不腐烂，并且在按压其血管的时候还能看到血管的回流。在其家人透露中，老人在去世的时候体温还保留了24小时，只是在去世1个星期后，老人的尸体有肿胀的现象，甚至还有弹性。之后几天，家人们发现老人的尸体渗出了液体。就在大家认为这是正常的尸液，并且筹划着把老人下葬的时候，老人的尸体却意外地恢复到了正常的情况。不仅仅是尸液消失了，原本肿胀的尸体也小了下去，在触摸按压的感官条件下，就和之前刚刚去世时候的尸体没什么两样。这样的情况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这个时候，老人的家里人认为老人的尸体存在着内部对于环境变化的调整。当时这个情况对于急着把老人安葬的家人来说并不算个什么事情，毕竟这传统的观念还是入土为安。但是就在家人们准备安葬周凤臣老人的时候，他的孙子却明确表示反对。
周围人都觉得周凤臣疯了，于是找了他的同事劝解。但是就在这位同事来到周凤臣家中后，对于老人的尸体关节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动，同样感到惊奇，于是也劝周凤臣家人也相关的情况弄清楚再做打算，所以才导致周凤臣的家人就从老人生前住院的细节找线索。可以明确的是，老人生前是因为肺炎住院，并且针对肺炎，医院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但要知道，抗生素这种药物并不是一种防腐试剂，也不能起到保存尸体常年不腐，这是基本知识。而后再通过跟老人的家里人沟通，后辈又透露出其在去世之前喜欢大量的喝凉水和进食稀饭，并且产生过腹泻现象。这个情况为干尸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所以专家组也顺着这个思路向下深究。首先，客观的情况就是老人生前存在大量水分的流失，也就是这样短时间内的大量水分流失是形成干尸的原因之一，并且在老人去世之后出现过全身充气的现象，这可能就是一种腐败的情况。于是相关的研究层面在征得了家人们的同意之后，就开始使用 B 超对老人的尸体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的了解。但是让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在进行 B 超检查的时候，却在屏幕上看不到任何的超声波的回波，这让专家感到疑惑。看不到回波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老人的尸体内部的内脏是不是被其家人进行过处理，甚至于已经掏空了。于是在这种想法下，专家向周家人提出，希望可以提取部分的身体组织，以便于自己进一步的查明原因。但是周家人在一开始却表示激烈的反对，一直到专家多次做工作的情况下，周家人才同意专家用钢针在老人的脚部提取样本。于是专家用钢针提取了部分的身体组织，并且做了相关的细胞切片。在切片中，专家发现周凤臣老人生前长期进食化学物品。在事后的了解中，专家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答案，因为在老人生前，其遇到头痛的时候，就用朱砂就热水饮下治疗头疼，而朱砂加热水可以得到水银。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皇帝以及部分贵族去世的情况下，会大量使用水银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从而达到不腐烂的情况。从老人生前的生活习惯来看，长期服用朱砂对其死后形成干尸的确存在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过结合老人的生前的生活习惯，以及在去世之前意外的注入大量的抗生素，以及水分的大量流失，几个因素的意外结合，可能就是相和老人意外的在去世之后还能形成干尸并且保持不腐烂的最主要的因素。